因为穿的很少嘛，就怕我们冷，还给我们开了空调，然后跳到一半让他把空调给关了，因为很热。然后我们今天都没有开空调，真的很热，就根本就不用开空调，都会跳出汗的那种，真的很。所以说我在想，像那种比较有名的那种团播，像 SK 啊，或他们一天跳4到6个小时，怎么坚持下来的呀？真的很累。因为你要从头到尾一直跳，但是他们好像是双人 PK， 就是到你的时候你才跳，你不到你的时候你就在下面休息，感觉也还好。这是我们一致研究出来的是吗？我反正已经是看什么了，看出名都笑死，我没出名方便整活。白白计划被破坏了，什么计划？他什么计划？谢谢小颖的加油星星，这是什么小礼物？谢谢你的小礼物，谢谢小颖的加油星星，他嘴瓢了都，干盘好像是。谢谢小猪，谢谢小猪的月光女神，谢谢小猪，谢谢小猪，谢谢小颖，谢谢小猪。微胖叫你计划算了吧，我最近都在减肥，我就这2天，我这1周我都没怎么吃饭，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都是，可能到公司之后才跳，就才会吃一点饭，就每天我们可能就是早上起来吃一点点早饭，然后就去公司，然后就晚上吃。但是我这2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胃口，然后就是一整天可能就喝了1瓶水，然后也没吃什么东西。然后今天晚上吃了一个兔腿，就是我上次点了外卖，昨天还是前天点外卖，晚上点了一个兔腿，然后还剩了一个，然后我今天晚上把它吃了，然后我现在都又不饿了，就晚上就每天吃的很少，就没有什么胃口，所以说胃不胖，要瘦的。本来想送一堆捏脸让你跳蝴蝶步跳到死，我真的烦，跳蝴蝶步跳到死，我脚到搓烂了，而且那个地板不好搓，其实大家都挺辛苦的，而且最近彤姐还感冒了，就这2天。给你整点代餐，其实还好，我只是因为这2天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胃口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，就是比如说你们运动完之后就会没有胃口，反正我是运动完之后就没胃口，但是我也会饿了我就会吃，但是我可能就是我想吃的时候可能大概就凌晨1、2点的时候就想吃东西，但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啊，又要凌晨1、2点了，然后又等外卖，然后又吃饭，吃完就2、3点了，就感觉又很晚了，所以说一般像1、2点饿了的时候就会不点，就直接就吃点小零食，喝个牛奶啥的。那大概是阳了，彤姐应该现在还会阳吗？反正彤姐就是感冒了，她都让我跟喵喵回家吃感冒药，就怕传染嘛，还挺难受的，就是鼻塞，然后一直流鼻涕。欢迎陈妮，我1吨都不见得胖，我都不敢吃太胖，我吃太胖万一别人团播说我腿粗，我就咱们还是要瘦一点，咱们还是要减个肥的，咱们还是要稍微减一下，等我减个肥，然后我下次我妈见到我，她说啊你怎么又瘦了？然后我妈每次见到我第一句话都是说你要好好吃饭，你要每天都要吃饭。谢谢陈妮的灯牌。现在阿喵也很少说话了，对，就是因为大家都挺累的，真的确实很累，所以说就是能让大家休息就让大家休息吧。彤姐估计是桂林回来感冒的吧？对，就是桂林回来感冒的。彤姐就是前2天就团播，这周开始团播感冒的。欢迎智商，晚上好智商，谁敢？我每次跳舞的时候我就会看那个屏幕嘛，又没有个大屏幕，那个大屏幕旁边就是弹幕，我就会秒那个弹幕在说什么，然后就会去秒一下，就是有时候会秒到，有时候就不会秒。谢谢智商的绅士帽，谢谢智商宝，谢谢。然后有时候就会秒到，因为毕竟人如果多的话，就始终可能会有很多
那个闲言碎语啥的，其实我的还好，就是这些伤不到我。但是我觉得你要想为了上镜的话，还是要瘦一点好一点，就是太胖了还是不太好，所以说我还是要控制自己，不能太胖。谢谢这样很有气质，不胖，好好的。谢谢陈妮，谢谢陈妮。小粉真的不胖，对呀，就是有些人他们是吃不胖的，有些人就会吃胖，我就是属于是那种易胖的，像小粉可能就是属于是那种不胖体质，就很羡慕这种随便吃都不胖的。然后我吃我只要不控制胡吃海塞的，我就会胖。谢谢时尚的灯牌，好好吃饭，我会好好吃饭。呀，我突然发现我弹幕还在好之前，你们都翻好多了，一折腾免疫力就会下降，确实是，就容易感冒，对，都被酱姐的应援词霸屏了，其实还好，我是觉得其实，怎么说呢，我感觉就是打我应援词的更多的还是你们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对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说。到时候可以吃点。那我要在你们团播说这样看肌肉，我看什么肌肉？我给你看肌肉，我给你看大腿肌肉。谢谢智商的绅士帽，谢谢智商的绅士帽。我又想起了第一天团播，智商团播的时候还给我送绅士帽，你怎么这么喜欢这个绅士帽？笑死了。哪儿胖？其实也还好，就是会，就是说也不是说要故意减肥，就是说会控制自己，也没有说要故意减肥，就是说要控制自己，就是不让自己吃很多，就是不让自己胖。就是可能会保持在一个体重，然后就不让它长了，就是会控制，也不是说故意减肥。但是比如说像我最近没有胃口，它如果体重往下掉了那更好，但是我不会让它长的，就是会控制一下。因为而且现在冬天嘛，冬天本来就不像夏天，夏天更容易瘦一点，冬天本来就不容易瘦，所以说就不让它长胖就行了。还是太瘦，你别洗刷我了，我自己知道，我笑死。加油，多享受当地美食。去哪儿了呀，小影？享受当地美食。我这还没给阿喵寄快递。应援词种类也多，是的。小你出差了哦，我是真好。我觉得现在我们都喜欢出差，因为出差的话就不用团播了。出差的话就不用团播，然后我们还可以出去拍视频，有流量。我跟喵喵都是，我跟喵喵上一个视频，也不是上个视频，应该是上那个视频，在桂林的视频都比平时的好。我跟喵喵的都涨粉了，只是因为我可能粉丝比较少一点，我涨得更多一点。就是我跟喵喵都觉得，就是出去拍视频，就是流量会比在家拍视频要好一点，所以说我们都喜欢出去，我们也喜欢出差，24小时。住车上了要辛苦嘞。24小时坐车，那多难受啊！我的应援词讲，对，至少每一次，不管是团播还是个播，进来的第一句话都是讲。我不知道你的语调，但是就是讲。我一直在喊把酱做成草莓酱，我看见了，你们其实发的弹幕还是能看见的，虽然就是你我因为我会跳舞的时候往那边瞟，我看你们在说什么。圣诞礼物啊，椰子水快递柜还有3箱呢，真假的？反正我喝到了阿喵的1瓶椰子水，我喝到了1瓶，然后还有1瓶在公司没喝。站姐的应援词有点多，你想要写哪个？我的应援词还有什么？那我说这样好粗鲁啊！会不会看到？我直接就是写下我的肌肉，一拳把你打飞。我哪儿粗鲁了？
我直接用我的肌肉一拳把你打飞，好吧？智商。这次给他们买一升的，那么大一升的，我觉得一升的会不会太大了？我还是觉得上次的小瓶好，好带，好携带，向我看齐。应援词都能写错，应援词谁写错了？应援词谁写错了应援词？小颖吗？他写了什么应援词？一升的喵喵喝2天。对呀、一升的喵喵喝2天，不过也可以。头一次接触酱酱，晚上好呀，小走投掷。谢谢岁月的关注。小颖说甜面酱，好，反正各种的挺多的，各种那个什么挺多的，就是应援词。我上次还看你们说那个什么青青草原，什么青青草原谁最狂，酱酱国王称大王，是吗？是这样念的吗？我忘记了。这个还挺好，有趣。我列了一下给小粉头，那么老长，所以有些什么啊，那么老长。你是，反正你也喂不胖小粉的，粉姐都长不胖的，你喂也喂不胖的。酱酱称大王，真假的？反正我就是看了那个什么青青草原谁最狂，这个还挺好，我说实话。这样子国足称大王明天要去地铁站接人，好的智商，好嘟，晚安智商。谢谢想起来的灯牌。豆瓣酱好了，豆瓣酱可以做调料的。我还准备等会儿下播了做个饭呢。最近我不是搬家，我买了一堆好看的餐具，还没来得及做饭呢，每天忙得很。本来我之前想的好的，我之前想的是以后我就少点外卖，多自己做饭。结果现在忙的都根本没时间做饭。他头围老多了，小粉体重连动都没动，那可能这真是小粉不容易长胖了。还没吃饭，我吃了一个兔腿，我吃了一个上次的外卖的兔腿，就是兔子腿，麻辣兔腿，然后就没吃了。啪呲，还没做饭，想看家里做饭。好，有机会我录一个视频，录个做饭视频，然后给你们看我做饭。还没吃饭，我不知道算不算吃饭。我吃了一个兔腿，我不知道算不算吃饭。如果不算的话，我一会儿准备下播的时候再吃；如果算的话，我准备下播的时候再吃，也要再吃点。直播做饭，算了吧，直播做饭我会手忙脚乱的。想吃家里做的饭，真假的？以后如果我能成为一个女老板，自己开个餐厅的话，你们就来吃，你们来捧我场。笑死了。兔子肉不是越吃越瘦吗？真假？反正兔子肉吃了不长胖，我吃的就是那个兔子肉。兔子肉就是有点柴，但是饿了吃什么都好吃。你和浩总的火锅呢？对哦，今天不是明天要和浩总去吃火锅吗？你们吃了吗？酱老板，以后我要真成了一个酱老板，大家就来捧场，我给你们打折。笑死了，真的。谢谢漠然点赞。吃兔子肉是会饿死的，吃兔子是会饿死的，真假的？反正我们都挺喜欢吃兔子肉的。我那天我还跟彤姐安利，我说晚上点夜宵就点兔子肉，不容易长胖又好吃。谢谢小健的灯牌，晚上好，小健。吃了，你们晚上几点去吃的呀？我给你打工，好。
还是打999折？那肯定不能打99，打9折，那打99折也太少了吧？那好歹也打个7折吧，是吧？好歹打个6、7折，99折也太少了吧？打5折嘛，那也行。到时候你们全部留下来把碗洗了再走。吃饭不洗碗的吗？是吧？到时候全部留下来把碗洗了再回去，这样。还有你们这样的话又要给钱还要洗碗，笑死了。是只吃兔子肉不吃其他食物的情况下哦，那应该不能只吃兔子肉吧？那确实，但是只吃兔子肉应该也不会。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牛角包，然后下午喝了1瓶水，晚上吃了一个兔腿，然后喝了1瓶 AD 钙，然后就没有了。不白吃这一顿，挺好哈。洗完我直接从后门跑路，不行，我直接这个门就是封的，没有后门，也没有窗户。窗户的话就是那种不好翻的窗户，到时候你们跑不了路，必须洗完然后再打一个6折，不洗碗就打8折。我笑死。有啥拿手好菜？我其实会的挺多的，就是我很多时候第一次做饭我都能成功。我之前第一次做那种什么白萝卜丝圆子汤，然后也成功了。就是我很多时候跟着小红书上做东西，就第一次做都会成功。你只要不要太离谱都会成功的。我记得我做饼干也是跟着小红书做的，就是第一次做就成功了。所以说挺简单的，这种事对我来说 so easy， 有点夸下海口了哈。上次我还跟我爸妈做了水煮鱼呢，也挺好吃的，被他们夸了。不应该从前门跑吗？前门更跑不了，我到时候请个保安，我到时候叫小颖，到时候叫小颖在门口拦住，谁没洗碗谁没给钱谁走不了。后门自投罗网，确实是。你去收100%的服务费，我笑死。消耗你体内脂肪的，那不挺好的吗？吃兔子肉刚好减肥了呗。但是也不能老是吃兔子肉哈。我只是觉得那个兔子肉好吃，因为买了那个麻辣兔肉，就是很辣，然后我就喜欢吃辣的。大晚上吃辣的就很得劲儿。生人坑一半，熟人全坑是吗？我笑死了。熟人大满贯。这样开店我们去吃不得记白账上。什么都记白账上，到时候白一来啊，我什么时候欠这么多钱的，又记上了。水煮肉片也简单，的其实很好做的，这些都挺好做的。麻辣兔丁这些倒没做过。简单小颖最好对付了。把小粉照片往那儿。那到时候如果让那个小颖在门口守着，那就不能让他这么好骗。到时候别人出1张，我出2张，就能把他给扣牢牢的放，让他好好的当保安男人了。谢谢李青的灯牌。喜欢水煮肉片好吃的。直接当股东，好，到时候亏了也不会亏我一个人，是吧？晚上好，李青。这样是画的这个眼妆吗？对，我是画的这个眼妆，这个眼妆是画的，因为我不太会其他的眼妆，只会这个，还没有化妆技术，还没有到达那种地步哈，就是之后可能会试一下其他的，但是我现在还不会画，只能画这种。刚才团播的时候什么？我看看。刚才团播的时候，对，我这个妆都没有卸，我就直接就是团播的时候回来的。因为我晚上回来了之后，我吃了饭，然后练会儿舞，然后就直接开播了。股东2号，到时候大家都入股，我们众筹开一个餐厅。笑死了，连吃带拿。
谢谢李清宝的小星星，谢谢李青，谢谢李清宝的小星星。是我卡了吗？卡了吗？没卡吧？现在卡了吗？进门大喊一声，全场消费，全场嗨起来。到时候大家都入股吧，到时候就是所有在场人都是股东，这样的话大家都会好好做事情的，就是为了自己也会好好做事，就不会那个啥。到时候一人负责一个是吧？一人负责一个，这个店不就开起来了吗？都入股，吃饭更得记白白账上了，好笑死！平时开销都记他账上是吗？赚钱了，要是赚钱了就我们自己分红了。这样的店遍布全国，好，到时候我的店遍布全国都有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功劳哈。看看手里20万的账单陷入了沉默，笑死了，从白白分红里面扣。我笑死，吃饭挂账上，怎么可以？不可以，你们应该请我吃饭，不能挂我账上，应该我吃饭挂你们账上。拿着账单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到时候你们会打架吗？因为算不清账。我们今天团播结束了之后就在那儿对账的，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对账，就是每个月都要对一次账，对上个月的账，就是那些出活动那些，然后我们就要算我们的平时拍摄要多少钱，然后叭的这些都会自己算，那可不行，饥荒变4万了，拿着5个充电宝去充电。什么拿着5个充电宝去充电？笑死了！再推一辆电动车，你们太搞笑了！给我算错2次账了啊？为什么给你算错2次账？开一辆电动车，但是这个应该会退的吧？就是如果我们有就是账算错了的话，要么就是现场退，要么就是送，就是让你再添一个钱再买一个东西。我们这次就在算那个常州的那次活动的账，因为我们的那个会计给我们说就是有点不对，就是好像少了500块，就是说这个500块是少在哪儿的，就是不对账。然后我们就去算了一下，反正每次都是很多事情要说。欢迎艾丽，谁？什么谁？欢迎个无聊的人。是谁没付钱？没有付钱的，不是没有付钱，是因为我们当时送了很多东西嘛，就比如说我们当时比如说不是帮忙的那几个都送了，就是像皮皮那些都送了一个钥匙扣还是什么的，然后送了的话，像送的这些它其实都是有算的成本在里面的，所以说就有点不对。还有一些什么东西，还有不是我们当时有优惠嘛，就是我们当时有优惠，不是就是买3张海报是明信片少5块吗？是这样嘛？然后优惠还有一部分钱，因为当时那个会计可能这些也没有跟上，他全部都是按照那种普通的来算的，所以说就会有这些亏处。但其实是对的，然后我们今天去对了一下，其实都是对的，我也觉得。2个字长得恰到好处，2个字其实是我点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是可以点字的。快给会计转2分钱，会计有他自己的钱，不需要我们给他转。每天我们一算账，那个会计不愧是会计哈，他那个单子，就会计的那种单子，好多，我们都看不懂，都快，就每次听他在念，就像在听天书一样，就每次都不懂，然后就这个是怎么回事，那个是怎么回事，然后他就会给我们算，真的很难，就是算那些东西，很绕。
会计是小助理嘛？不是小助理，小助理是小助理，会计是会计，小助理是专门负责。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小助理，我们其实现在是有2个小助理，一个是专门的小助理，就是会帮我们处理出策划呀，就处理这些东西啊，还有比如团播的这些东西，就是各种处理。还有一个小助理是我们的商务，就是比如给我们接活动的小助理。然后像平时你们听到的主持那个小助理就是给我们接商务的小助理。然后另一个小助理就是会帮我们出策划呀，比如说活动策划，然后团播的一些安排，这些就是他来做。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先找小助理，因为我们上一个运营现在没有了，不在了，所以说我们很多事情只找小助理。比如说像我马上过生日了，然后我这2天就在搞我的那个生日的准备，就比如说要准备的周边，要准备的拍摄，这些都是让小助理帮我弄的。我们小助理有2个。我对会计的理解还停留在巴拉算盘秃子。我笑死，巴拉算盘秃子。现在会计可厉害了，他那种账单一条一条的，真看不懂，看得我头疼。苦力助理是干嘛？的？我最爱听生日这个事情。大明星这样的经纪人，我们有经纪人吗？没有经纪人，我们哪有经纪人啊？小助理算是经纪人吗？也不算经纪人吧。我们现在就希望多接点活动就能多出去了。拎包小弟，拎包小弟，我们自己就可以拎了。公司账上要突然多了2分钱会很慌，为什么会慌呢？多了钱肯定不会慌吧？算法它的范围算是经纪人了，谁的范围？那个对接商务的那个嘛。之前就是，反正之前就是只有1个，然后后面就是对接商务这一块就少了1个人，然后又找了1个。慌，账面对不上，还好吧，2分钱，而且是多的，为什么会慌呢？虽然我不是会计，所以我不理解。举办一个，我还在想，我可能下周，要是我下周去拍生日的话，然后我可能这周就要约那个摄影了，因为你拍完照之后，你还用生日的照片去做一些周边，所以我感觉时间还挺赶的。1分都不行，好吧，那可能我不是会计，我不理解，慌。直接被废，账面差1分都不行，海报不好看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今天我们之前就是不对，所以说就是那个账不对，所以说才我们每个月都要会去看一眼的，我们每个月都会去看，就是我们要看我们钱花在哪了，然后什么成本最高，然后我们就要尽量减少这方面的成本，不然的话每次就是成本很高，我们根本就完全每个月都是亏的。我们之前还在说嘛，我们说我们前几个月的时候，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是亏的，就倒给公司钱的那种，就是每次做周边做的倒给公司钱，笑死。所以说我们就是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，然后我们之后每次我们都会看一眼，就是说最主要的大头花在哪儿。这样你的头发让我玩一下。找不出来人就废了，真的这么严重啊？那可能我不是会计，我不太理解这种。会计是真费脑子啊，像我这种数学不好的，当不了一点会计，就是算不了一点这种东西。那就这样吧。欢迎萌萌哒铁血君王。能当会计多半脑子很大，算术超好。对，
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会计还是个女生，应该是一个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一个阿姨吧，我感觉她年龄应该挺大的，也不是很大，可能有40多岁。如果我把她说大了，那就死你妈塞了，因为我只是感觉看起来可能她30多吧，30多40岁，40多。差的部分怎么办？什么差的部分怎么办？就是你是说以前吗？亏的部分吗？亏的部分我们要自己垫啊。但是一般其实对我们来说，每次拍摄就是拍摄这些算是比较容易花费多的了，然后其他就还好。而且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去做个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们还得申请，就是要向公司申请预算。就比如说我站你脖子是不是红了一块？对，我刚抠的，然后就红了，因为我皮肤很敏感，一抠就红。就比如说我要过生日，然后我过生日要拍摄什么，要拍摄要做周边，这些都是要向公司申请那个预算的。对，我皮肤比较敏感，一抠就红。然后如果我们没有给公司赚钱的话，我们就申请不了很多预算，就只能自己贴钱，就只能自己做。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上个月给公司是亏的话，我们这个月就申请不了很多预算，然后我们就得自己花钱做，所以说挺难的。这样你生日一定会感动的哭出来的，真假的？谢谢天宇的粉色灯牌。这是什么话？给这样人打架，我笑死了。换一个音乐。谢没人点赞了，我真的皮肤太敏感了，太那个了，太容易红了。我就轻轻抠了一下，我就红了好多。我先出20，大家众筹是吗？我要笑死了。大生日怎么能掉金猪呢？说得好。我还在想我这次做些什么周边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的周边呀？我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想要的生日周边的话，我可以明天跟小助理说一下。然后目前好像有的周边就是那个有拍立得，然后有那个毛绒吧唧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明信片，还有什么那个摇摇乐，还有什么东西来着？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就是摇摇乐，还有什么来着？我忘记了，反正也不是很多，反正可能就有4、5个的样子。而且我们准备，因为吸取之前彤姐跟喵喵的经验，就是因为他们之前都是提前做嘛，就是提前做的周边，然后后面就没有卖完。然后所以说我这次可能就是先挂预售，然后就是不做多了，因为做多了成本在那儿嘛，然后就做少一点，然后可能就不会做很多。谢谢鱼子酱灯牌，不会剩，还不要打这种赌，因为到时候像生日这种限定的，你剩了的话，后面会就是很难再用到的，所以说可能到时候可能会预售，就是比如说挂那个VD 哈，挂 VD 上面，到时候 VD 上面卖多少做多少这样，也有可能是只做目前小助理跟我的是15份，就是每一个比如说是拍得，比如说是还有那个什么吧唧啊这些明信片啊这些，就每一个15份，海报这些，就是现在的数量是15份，就是怕做多了，因为之前他们做的每一个就是多多少少都会剩了一点，所以说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就是会想的是这次稍微少做一点，或者是提前先挂预售，多了拍总包，那太多了吧这，因为它种类很多。海报有吗？应该有的。
所以是限量。对呀，就是因为生日的你限定的妆造，你之后用的话就不太合适，它和其他的不太一样。就你生日的时候确实是就是生日限定嘛，它和其他的不太一样。我还没有想好我拍什么。越不会生的，真的假的？到时候还是挂一下那个吧，挂一下那个叫什么，叫什么？那我应该做多少分才合适呢？老红了呢，对呀，老红了。谢谢入团卡。私下解决，先包的还有这种啊，先包的私下解决。想看这样散头发，我现在不是在散头发吗？现在报名统计，现在还没有，我们说不定可能会挂预售。如果就是或者是挂预售的话，如果不挂预售的话，可能就做15到20分的样子，就每一个可能就做15到20分，就这么做。肯定不会做很多的，因为做很多剩了就剩了，没有任何马尾，纯散发。哦，纯散发不是有纯散发吗？我上一次的一个周边就是纯散发，就是上一次 cos 的那个轻音少女里面的一个女孩子，就是纯散发。我还没有想好，如果这次去拍写真的话，去拍哪种？就大家有没有什么想看的呀？如果有什么想看的，到时候我参考一下，我就去拍。肯定是好奇，笑死！应该不会做很多份的。谢谢莫人点赞。问白白跟我好朋友一样来100分，太吓人了吧！到时候白没钱了就找你们要，找你们来平摊。都喜欢，那我就到时候自己看了。都喜欢的话，那我就自己看，那我就自己琢磨，我选我自己喜欢的了。去预定了，现在还不那个的，现在还没有那个要预定的，就是到时候预定的话是会挂 VD 的。他现在预定也预定不了，就是小助理会让他到时候等 VD 的链接，到时候如果是要预售的话是会挂 VD 的，挂线上的，打死不认账。我笑死，到时候我真做了，你们不买完，到时候把你们全部都给麻袋装走，直接把印刷厂打包。我笑死，印刷厂打包还可以包一些别的业务是吗？直接开个公司了，相当于。我们等到12点的时候，等大家再把明天的灯牌续完，我们就准备下播了。麻袋打开，自己往里面钻。但是你们到时候真说一个二个都说做100分，到时候做完了还剩90份，剩下的比如说还剩90份，剩下的90份的话，就全部让你们1人10份打包完。提一个风格偏御姐风，好好好。谢谢口袋游侠的关注。我加一首御姐风，真的假的？御姐风吗？我还想拍纯御风呢。但是我应该会拍3套，应该会拍3套。那我要可爱的，好，到时候我看看，我到时候看一下有什么可以选择的。所有机器都开起来。印刷厂，印刷厂，如果是大家开公司的，那不是大家都好起来了吗？大家好起来了，我也就好起来了。大家好，我就好了。前天把我气着了，有些小黑子。为什么呢？小黑子口不择言，太烦了。确实，就是人多的话，就会遇到很多小黑子的。所以说是鱼子酱是遇到哪儿的小黑子呢？是枫姐那边遇到小黑子，还是童姐那边遇到小黑子？纯玉御姐可爱，好的，收到。到时候我先看一下，看找
能不能找到一些合适的，承包30%哈。支持一首降解了生日周边，谢谢小猪。他说叫你呀，他说我哦，你说团播吗？团播说我的挺多的，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我的心态已经从天津磨练过来的了，就是我的心态已经从天津那一波磨练过来了，所以说对我来说，现在团播的那些小黑子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。就是最开始比较磨我心态的时候是在天津的时候，因为天津的时候那个时候恶评比较多，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还挺不开心的，就是会比较去在意别人的说法，然后那段时间还就是会很想回家，就是不想在天津待，就很想回家，就状态不是很好，就不开心。但是过了那段时间就好多了，就过了那段时间就好了。所以我现在其实传播的一些恶评，其实他根本就伤不了我，他无非对像那些恶评对女孩子的抨击，无非就是长相身材，除了这2项他们还能说什么呢？所以说除了这2样他们也说不了什么，所以说我就觉得还好了，根本就影响不了我们什么。这真的是确实是，但是你始终不能管到别人的嘴，所以说这只能是小助理看到会拉黑，然后会提醒大家文明用语。我给小助理说造黄谣，对呀，就是像这种的话直接就拉黑了，我们小助理也会直接拉黑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有2个小助理嘛，然后有一个小助理就是专门会看这些评论之类的，不好的就会拉黑。团播没有管理，确实没有管理。团播现在基本上就是小助理在拉黑，就是他在拉黑。反正我每一场团播都能看到好几个被拉黑的，就从头到尾，一会儿就能看见那个红色的说某某某被禁言怎么的，最恶心那造黄谣，挺无语的。可能他自己内心比较肮脏，所以说他才会给女孩子造黄谣。就是所以说我们说那些男生那些喜欢去恶意，就是喜欢当小黑子的人，他能说什么？他无非就是说这些东西，他还能黑什么呢？他什么都黑不了，就黑这些，除了能黑就啥也黑不了。我们基本上都免疫了，就是可能说多了也会那个啥一点，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还好。今天也有不少气的我在这边怼他们，对呀，就是所以说因为人多的话难免就是不能避免那种东西，所以说就怎么说呢，就不能避免的话那就不用去管他们，键盘侠嘛，找存在感，对，那种就是找存在感，根本不用管他们，没有什么用。对，就是跟那种人不用生气，就是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说2句的，就始终就是会说2句，不管你好不好看，胖不胖，瘦不瘦，都会说2句的，就走过路过就会说一嘴的那种，他们就是找存在感的，所以说这种都根本就没必要去理他们。坚强，我笑死，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我了。谢丑的事情，我笑死了。省得有人带节奏跟风，确实，如果这种评论多的话，确实会容易有跟风的。但是，一般有不好的评论都会被那个就是被那个小助理给那个啥，就如果有不好的评论，都会被小助理给拉黑的。不能上还要拍拍课。我笑死了。如果说但凡我还是之前那个就在天津的时候那个我的话，我肯定会因为别人的一些恶评然后就会难过，但是我现在都不会了。那天津那会儿我还以为这样的黑子最少，其实天津那会儿我们每个人都有黑子的，但是我其实黑子其实也不算多，但是也不算少，就是每次，而且你知道很多很过分的人，我上次跟小龙女聊天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到这个，他当时还说，他说他们居然说我胖什么什么的，其实我确实不是很瘦哈，
然后但是因为他们拍出来确实胖，但是有些人他们特别讨厌的一点就是他们还专门私信你来说，就是很无语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时候你就会像那会儿我的粉丝也不多嘛，然后有时候私信我还会看一下的，然后一打开私信全都是在说我的，我就就是很无语。然后有些评论也会就是说一些，但是不是在我的视频评论哈，就在他们不是天津会发一些就是其他的评论嘛，就是比如说他们天津会发一些其他的视频，就是火的视频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视频嘛，因为他们天津那边有工作人员会拍视频，就是在那些工作人员拍的视频底下会有这些黑子，但是我自己的视频底下倒没有，我自己视频底下的有些黑子我都会直接把评论给他删掉，我笑死。小助理有点害羞，开骂。让小助理去跳一个，小助理直接发一个这个，确实是小助理有点害羞。有一个小助理还挺有趣的，有一个小助理挺有趣的。建国极大积极分子，永远奋斗在一线是吧？好。学了一句土味情话，能画出，好，不愧是土味情话，真不错哈。今天的穿搭真好看，今天这个衣服穿1天了，谢谢大慈的灯牌。那边什么哪边又造黄谣了？造黄谣就不用管他，这种人直接看一个拉黑一个就行了。欢迎荷包蛋。看了一下，今天好像只有风姐和空梦在。录个舞蹈视频去助助兴，可以，要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，到时候直接放到那个大屏幕上，直接放到直播大屏幕上公开出行。童宝今天的声音很动听，对，童姐感冒了，她前天就感冒了。他前天其实就有点嗓子不舒服了，然后昨天就有点严重了，就是有点鼻塞了，声音哑了，然后今天就更严重了。但他也吃药了，但像最近这段时间，如果感冒的话，可能都会过一段时间才会好。所以童姐都让我跟喵喵吃感冒药，因为就是怕传染，到时候我们3个都感冒的话，我们就要集体阵亡，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很好的传播了，集体阵亡。谢谢思索的灯牌，谢谢思索，你可以的，哈哈，我笑死，太害羞了吧？要是公开处刑的话，他直接射死。可以把眼睛以下遮挡住，我把眼睛以下遮挡住，为什么？不是哦，你是说白白呀？戴个口罩是吗？没人能认出他。拍生日写真，我都不知道拍生日写真会不会播，因为我到时候去拍那个生日写真，我不知道那儿允不允许拍，因为这次生日写真是我自己找了一个写真馆拍的，我准备自己找个写真馆拍，就是那个摄影啊，这些都是别人店里面的，然后我就不知道能不能拍，到时候问一下，如果他们同意的话，我就可能会小播一会儿。你们是这样子的，注意保暖，戴个头套，戴个那个全面头套，眼睛脸全部遮住的。这档还有什么意思？站姐觉得我这个主意怎么样？好，你这个主意好，我笑死你这个主意。你不应该问我，你应该问白白，要他看他能不能接受。但是你们，我记得喵喵生日的时候，不是也有人给他做了那种视频吗？就是童姐生日也有，但是你们可以不用自己做呀，你们去，比如说去找别人做，非得自己上阵，你们自己上阵也可以。到时候，自己上阵其实也可以。到时候我肯定会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的，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一起过生日。
谢谢昊天哥的想要星河，谢谢。因为我以前过生日，我都是只跟朋友过，我都没有就是这样跟大家，就是跟线上的大家一起过，从来没有过。就哪怕是我以前在隔壁直播的时候，我都没有这样过生日，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一起过生日。所以说一定要，就是我对我来说，什么第一次都是值得纪念的，就是每一个第一次都是值得纪念的。所以说就是一定要保存你们。如果你真的录了这种视频的话，那我肯定会保存的。所以这是第一次，更要需要纪念。对呀，就是对我来说，不管是什么第一次什么，反正就是第一都需要纪念，都是需要纪念的，就是要保存起来。好久没谈过生日了，就是我是属于是以前过生日都是跟朋友一起过，就是会跟朋友过一次，跟家里面过一次，就是跟朋友是过公历生日，跟我家里面就是过农历生日。然后但是就是跟他们过生日，就是跟大家一起吃个饭，然后一起玩一下，然后拍照啥的就结束了。然后今年呢，我就是跟大家一起过，就我都不知道会怎么样，而且因为吸取了一下彤姐跟喵喵他们的生日直播，我想了一下，我一个人要在那儿说那么久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说啥，太尬了吧。因为我感觉他和我自己在家直播不一样，所以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，而且还要那么久。睡觉了，好嘟，晚安大吉。丹老师我笑死丹老师。谢谢月上的灯牌。视频怎么是什么？我看看你们在说什么。视频怎么让别人做？视频就是之前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你们没有刷到那种嘛？就比如说那种直播间也好，做视频的也好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你们还记得就有一次我直播的时候哭了那一次，然后那一次不是突然连线，可能有一部分人知道，有一部分不知道。比如说像拜拜、昊天哥还有小金嗷，你们可能会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反正就是那一次不是莫名其妙来了个连线吗？然后连线还给我表演魔术啥的，我感觉有点类似于像那种。要不要直播拆礼物？会直播拆礼物，应该会直播拆礼物吧。谢谢大家灯牌，加个蛋糕算过生日了。我以前也是。给你剪。你录跳舞视频，真跳舞啊！我笑死了，没时间，太社死了吧！别人都是请别人跳的，就比如说你在网上找别人那种生日祝福那种，还可以请国外的什么黑人祝福这些。我笑死了！你们要自己跳舞可以，你们可以每个人上个镜，然后录一个视频，到时候每个人录个视频，然后把它给所有的视频然后合在一起，我觉得也挺好的，就是那种真人出镜生日祝福，那也挺好的，我觉得这个也挺好。谢谢昊天哥的闪耀星河，谢谢明天的生日闪耀星河，谢谢阿乌闪耀星河，谢谢这个闪耀星河。要录视频啊，直播镜头，我笑死了。溜了，拜拜。谢谢朵朵的牌，谢谢朵朵的牌，累死我。我就上镜视频祝福来跳舞，你们都可以的。到时候如果有的话，我就肯定会放出来的；如果没有的话，也行。不要害羞，就在那儿拱火，小猪也录一个。
你要想这样，你第一次线上线过生日很有意义。但是如果有之后的话，之后也会嘛，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，只是说第一次可能会更有纪念意义一下，但是第二次也会有纪念意义。反正之后我觉得就是之后每一次跟大家一起过生日都有纪念意义。如果之后还会有第二次，比如说明年过生日，后年过生日，每一年过生日我都会保存的，我都会记录下来，保存下来的。我来上灯牌，好多生生，谢谢生生的灯牌，谢谢小健的灯牌。很小影，每年要把它跳一个，我笑死了。谢谢叔叔的灯牌。我们在这两首歌我们准备下播了哟，家们。怎么把我也带进去了？因为我看你一直在那说，所以小猪也来一个。谢谢小猪的灯牌，谢谢毛毛的闪耀星河，谢谢毛毛。正嘻嘻呢，一下不嘻嘻，一下就是什么，一下是什么吃瓜吃到自己头上的感觉是吗？吃瓜吃到自己头上的感觉。晚安，晚安小野。谢谢猫猫的11个为你闪耀，谢谢猫猫宝。小风下了，我来玩会儿，可以。因为但是我也准备啊，我也准备快下了，因为我最近太累，所以说就老是想休息，早点休息吧。我就是准备再听两首歌，我们就准备休息了。传播强度太大了，确实是有一点点。小猪不方便，我亲自找你给你录。我们现在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个北京的活动，但是现在还没有下来，就是希望能够下来。如果能够下来的话，就能去北京了。传播消耗太大了，是有一点。笑容不会消失，只会转移到别人脸上。笑死了。什么？对呀，北京好啊，北京好，就是还没有下来，不知道能不能行，就有可能也不行。如果不行的话，那可能就没什么了。如果行的话就好。环球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说，但是我希望能有，但是就是还没有确定，就是还没有确定好。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北京，因为我们都想去北京玩。北京好，但是好远。如果是北京的话，小猪和小健就开心了。哇塞，在自己城市，我可以做司机了。要是2月份我也去。2月份应该2月份你直接就是在成都了呀。2月份不是成都的那个专场吗？谢谢拜拜的为你闪耀，谢谢拜拜。而且我们元旦应该在成都有活动，要是明天有空的话你也可以来。我们元旦的话可能在绵阳，虽然也不在成都哈。单请讲讲嘛，下次咱们单请讲，你请我干嘛？你单请我给你也可以，你单请我也可以。都请一起跨年嘛。我们因为31号同济好像还有活动，但是我们当时喵喵都在说今年跨年想跟我们一起跨的，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机会。绵阳不是龙女那吗？对，龙女和子英都在绵阳。顺道来秦皇岛，我请你一顿海鲜。所以昊天哥跟林天之雪吃饭了吗？你们今天吃火锅了吗？昊天哥跟林天，欢迎小雨，都来，铜锅涮热我管够。哇塞，大家都好热情好客啊！去到每个城市都有人，挺好的，就有一种哪儿都有，就有一种朋友遍布全国的感觉，去哪儿都有人。去哪都呀，我有认识的人，真好。北京算是我和小健的主场了，对呀，今天蹭了一顿火锅，吃了，好吃吗？我人傻了。
沈阳，所以说就是很好啊，就去哪儿都有人，你看去哪儿都能找到本地人，能问一下当地哪儿好吃哪儿踩雷多好，安排机架，冻豆腐还行，可以，辣度刚好，真的吗？真的辣度刚好的。我感觉成都除了你吃海底捞哈，其他的火锅有些都挺辣的。烤鸭可以，北京当然得吃北京烤鸭了，是吧？明天就去，天天去，天天蹭饭是吗？天天管够蹭那个铁锅火锅，什么东西？你信不？我信。北京烤鸭分谁家？兔子火锅真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就是之前彤姐吃到一家特别好吃的那个兔子火锅，然后她就带我跟喵喵去吃了。然后第一次她叫我跟喵喵去吃，我没有去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有事啥的。然后喵喵去了，然后回来之后喵喵也跟我说好好吃。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的。我们当时就是去世界线的时候，然后去了之后我们就去吃那个兔子火锅，挺好吃的兔子火锅。来青岛啤酒馆购，好，挺好的，哪儿都有了，哇塞，好多啊！我现在就感觉到处去旅游都能找到向导了。小店的朋友，谢谢三通的灯牌，谢谢三通。来北京去丰泽园，丰泽园是什么？2个博主安利了这个，有机会一定尝尝。可以的，那个兔子火锅好吃的。沈阳东北菜感觉好吃，东北菜也好吃。我之前上学的时候，就是我之前学校附近有一个东北菜馆，然后我跟我室友还经常去吃，就是它的分量也很大，而且锅包肉也很好吃。就是因为疫情封校也没吃过几次，但是我一直对东北菜的印象还挺好的，因为我觉得东北菜挺好吃的。孤零零的待在南方。哎呀，笑死了！在北方，好久没喝酒了，得1个月了。沈阳还有故宫，沈阳哪有故宫？沈阳应该只有北京才有吧？你就吃吧。好了，这样吧，我们要准备下播了。我们明天团播见。沈阳是不是有那个深圳也有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沈阳有故宫，真假的？沈阳有故宫啊？它是哪种故宫啊？我也差不多。北方算是主场了，确实是。能有机会我们再去北方，就叫沈阳故宫，真的啊？哇塞，我还不知道啊。深圳有啥？深圳有长隆。深圳有欢乐谷，有长隆，还有肠粉，深圳肠粉。北方一个地方，每个地方都有人安排。对呀，就是说挺好的。到时候不光是我们，就是你们如果比如说去哪儿也挺好的，就去哪儿就去，有认识的人的话就可以找，就可以一起约饭了。长隆跟深圳没关注，深圳好像也没有长隆，是吗？那长隆是在哪儿？广州长隆。哦，广州长隆，深圳是欢乐谷，好像我搞混了。但是深圳有钱，对，深圳确实有钱。深圳之前我们去深圳欢乐谷，然后听那边出租车司机说，那边房子10万一平，10多万一平，太吓人了吧？买个厕所都买不起。长隆是广州，哦对，长隆是广州的。1月肯定给白总安排的明明白白，那不挺好吗？你看是吧？你看大家都认识好朋友，然后就以后去哪儿玩都可以。你看深深到时候白白去天津，深深给他安排明白，到时候深深去宁波，白白给他安排明白，这多好啊！大家，谢谢10年的灯牌，20多度人工造型，是不是还玩推特？
推特，我只玩 YouTube 和那个 TikTok 这2个平台。10多万一瓶，多卖命了。对呀，但是深圳的房价好像就是这个价，太吓人了，不愧是深圳哈。因为我们当时去深圳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司机，他就老喜欢跟人聊天。我想喝 AD 钙，给你，我现在只有1瓶了，没了。你应该早点说的，早点说我就可以给你了。深圳这样半夜1500去大梅沙住酒店，过不去了是吧？但是还是去了，很开心。那次和妍姐还有子英，我们3个大晚上出去大梅沙，只是没有住到1500的酒店。有没有可能深圳不是全都是10万1瓶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是那个司机就跟我们说的，深圳很多地方都是10万1瓶，太贵了。深圳3到10，那可能就是有郊区和市中心之分嘛，那应该就是了。我住了1晚香格里拉，哇塞，这样出1000有钱人。那个是之前了，因为那个时间太难熬了，所以说就想出去玩嘛。1300一晚，景区附近房价能不贵没钱哦。深圳物价高啊，深圳物价肯定高啊。站姐晚安，林天晚安。我们要准备下播了，你们在南山那里能不贵吗？对呀，就是说南山不是市中心嘛，我们当时那个深圳欢乐谷不就是在南山嘛？然后当时我们刚下飞机，然后打车去欢乐谷，然后那个司机就跟我们说，因为那个时候过年嘛，然后那个我们就问那个司机为什么过年还不回家，他就说挣钱，觉得挺不容易的，大家都打工人都不容易，过年还在外地，然后他就说深圳的房价，然后10万1瓶888的，然后当时我英姐我们俩就一直在跟那个司机在那唠嗑。好了，我们准备下播睡觉了。想想北京也很贵。北京人接机的，你看北京人有接机的哦，什么北京人有接机的哦，北京的司机也爱聊天。反正我一般像我在成都打车遇司机，我都基本上不聊天的，因为我觉得很危险，就是特别是那个司机主动跟乘客聊天，特别是女孩子就很危险。但是当时我妍姐还有我们子英，我们3是坐一起的嘛，我们坐一辆车的，然后那个司机还挺就好客的，因为当时我们是主动问他们的，就问深圳这边有什么好玩的，然后那个司机就跟我们聊天了。但是一般情况下还是不会主动找司机聊天的，因为太危险了。大梅沙几天白干那个时候还经常去按摩呢，那个深圳的按摩都比成都的贵，深圳按摩都比成都贵好多，贵1半，而且那边又是过年期间更贵，每一天结束完很累，去按个摩一天又白干，每天都是白干的一天，一天挣的钱当天挣钱当天消费是吧？我笑死。是，所以什么时候再来我也可以去接机接阿喵下班了。好的，我们要准备下播了。要累到了，白白也辛苦了，这么晚还加班给按摩店打工反正我们在深圳还挺常按摩的，因为太累了，深圳也很累。好了，家人们，我准备下播了，大家也早点休息哦，明天见。天津开启话匣子没完了，下班了。是的，大家早点休息，晚安晚安。刚旅游啊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早点休息，晚安，拜拜。
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大家。